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。10多年前，动物学老师说，盲鳗、七鳃鳗这些圆口异形是人类的始祖，它们是一群食腐的怪物，连眼睛都退化了。如果不是4亿年前出了意外，它们将永远被困在海底的阴沟当中。因为直到今天，盲鳗都没有进化，还是4亿年前的样子，吸血、钻肚子、放粘液，反正就是为了生存，怎么猥琐就怎么来。听完盲鳗的故事，我哥们哗啦啦写了一篇圆口异形逆天改命，进化成人类，走上物种巅峰，征服星辰大海的科幻爽文，把我们前面讲的真菌、章鱼、皮皮虾全部串联了起来。一场几亿年前的星际战争也浮出了水面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场星际战争以及人类的圆口祖先。时间回到2017年，这张撞死外星人的图片突然就火了。发帖的网友说，他在俄勒冈州101号高速公路上遭遇车祸，现场就像撞死了外星人一样，车上全是不明粘液。网友们立刻就炒开了锅，这张图片究竟是真还是假啊？就在这个时候，官方通报来了，这张图片千真万确，不会真的是撞死外星人的吧？真无法想象什么东西可以喷射出这么多粘液。原来一辆货车追尾侧翻，车上的几万条盲鳗撒了一地，这些粘液正是盲鳗喷射出来的。上期我们聊了章鱼，6亿年前人类和章鱼分家，章鱼选择了无脊椎网络神经的进化方向，人类选择了有脊椎中枢神经的进化方向。这个盲鳗正是从无脊椎到有脊椎的中间物种，它进化出来了一个头骨，开始发展中枢神经，脊椎的雏形也正在形成。大约4亿年前，盲鳗进化出来了喷射粘液的必杀技，这招实在太猥琐了，于是他就靠着这一招一直存活到今天，4亿年都没有进化。最开始科学家们也很好奇，这个家伙既没有盔甲，又没有眼睛，还没有下颚，是个鼻涕虫，是怎么生存到现在的？它的粘液有剧毒吗？它很善于伪装吗？它是个寄生虫吗？各种猜测层出不穷，直到10年前，终于有一个一锤定音的答案。我们接着看。时间回到2010年，新西兰科学家来到大堡礁，把这个诱饵沉到了681米的海底，终于拍摄到了盲鳗反杀鲨鱼的场景。画面里一条盲鳗正在吃诱饵，鲨鱼游了过来，盲鳗几乎没有视觉，它看不到鲨鱼，还在猛吃诱饵。鲨鱼突然一口咬向盲鳗，但是不到1秒钟，鲨鱼又立刻把盲鳗吐了出来。鲨鱼可是出了名的打死不松口，咬住猎物以后就会死亡翻滚，非得扯下点肉来才罢休。那鲨鱼为什么会立刻把盲鳗吐出来了？视频中的粘液非常醒目。曾经科学家们发现过一条鳕鱼，体内有123条盲鳗，鳕鱼的内脏被吃得七零八落，还有一条盲鳗卡在了鳕鱼的喉咙里。鳕鱼丧命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当初一口咬住了盲鳗，但是它没有像鲨鱼一样立刻把盲鳗吐出来，而是傻乎乎的继续吃。盲鳗呢就猥琐的把自己打成结，卡在它的喉咙里，再释放大量的粘液。这些粘液非常可怕，只要一遇到水，能在不到1秒钟以内扩展1万倍，比已知最柔软的蜘蛛丝还要柔韧10倍。一条盲鳗身体两侧大约有100个粘液腺，在实验室当中，从盲鳗身上提取40毫克的粘液肝蛋白，遇水后膨胀，竟然能装满15升的水桶。其实一直到今天，人类身上都还保留着分泌这种粘液的能力，用来抵御细菌。也许你猜到了，就是你的鼻涕、口水和下面分泌的润滑液。是不是突然觉得这个粘液不那么陌生呢？也不那么恶心呢？据说这种粘液有非常好的护肤养颜的效果，曾经有网友这么玩这种粘液。我们这些圆口祖先不仅很猥琐，而且还有点小聪明。比如2013年的时候，科学家们竟然拍到了这样一张照片，一条盲鳗堵住了海豚的气孔，海豚正在游出海面向人类求助。原来海豚、鲨鱼、鲸鱼这些霸主都被盲鳗制服得服服帖帖的，真是辛苦了。要是没有圆口祖先的猥琐神功，也就没有未来人类的星辰大海了。盲鳗可以下潜到1700米的深海，那里已经是大王乌贼和抹香鲸决斗的修罗战场。我们这些圆口祖先呢，就猥琐在海底的泥沙里，看着你们这些巨无霸，等你们打得两败俱伤，沉到海底的时候，一拥而上，开肠破肚。
盲鳗可以连续几个月不吃东西，一直在泥沙里苟活，就等着你们两败俱伤的那一刻。盲鳗可以直接靠皮肤吸收营养，这是支撑它能够苟活几个月的配套技能。盲鳗还没有进化出来下颚，不会咬，全靠它那个圆嘴不断的吮吸腐肉和内脏。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人类至今都喜欢吮吸腐败海鲜味道的原因吧。别想歪了，我说的是烟海雀。有时候盲鳗也会被自己的粘液困住，这个时候呢，它会不停的给自己打结，一边刮掉自己身上的粘液，一边从粘液当中游出来。盲鳗有4个心脏，即使没有任何氧气，心脏还能跳动好几个小时。盲鳗是雌雄同体，既有精巢又有卵巢。2只盲鳗交配的时候，一只会在另一只身上打个结，再互相用嘴吸住对方的身体。这个时候，它们正在同时释放精子，同时受孕。一般情况下，一条盲鳗不大会这么自己给自己打个结和自己玩，但是为了苟活，有时候也会使出这种繁殖必杀技。实在不行了，太猥琐了，说不下去了。还有更多的技能，大家有兴趣自己查一下。再说点猥琐神功的具体应用。科学家们正在研究从粘液中提取丝蛋白，这种丝蛋白极其的轻柔，而且很有韧性，可以完美的贴合身体，又可以让你的身体感觉不到它的存在。这种轻柔和亲肤是蜘蛛丝、蚕丝、尼龙根本无法比拟的。所以这种丝蛋白在2个领域的应用前景非常广阔，一个是时尚内衣，一个是……同时，盲鳗产生粘液的基因非常小，科学家们已经成功的将这种基因移植到了细菌的身上。这种基因工程的细菌可以开始批量生产粘液，再配合 3D 打印技术，未来人类的衣服可能就是用这种粘液直接打印的。这也许就是真正的天衣无缝吧。另一个层面，粘液的大量利用还可以代替尼龙和部分的塑料，缓解微塑料危机，非常的环保。虽然是人类的祖先，但是盲鳗也是一道人间美味。还记得最开始策翻的那辆货车吗？那几万条盲鳗正是准备出口到韩国的美食。在韩国釜山，至今保留着一种最原始的盲鳗烹饪方式。先用一堆稻草困住盲鳗，破解它的粘液神功，然后直接一把火点了。稻草烧完以后，你会看到一条又一条黑乎乎的像翔一样的东西。没错，这就是烤盲鳗，剥皮下嘴，人间美味。盲鳗再稍微进化一下，就成了大名鼎鼎的史诗级美味七鳃鳗。日本人认为它的七对鳃也是眼睛，所以在日本它叫八目鳗。七鳃鳗进化出来了3个新的猥琐技能：第一，不仅能在海里生活，还能在淡水河流里生活；第二，一次性把大鱼吃完，这太浪费了，它们会像蚂蟥一样一直吸在大鱼的身上，不断的从它身体上吮吸营养，变成了一条寄生虫。海里的鲨鱼、河流里的鲑鱼，这都是受害者。第三，七鳃鳗放弃了粘液，把自己进化出剧毒，但是七鳃鳗还是成了全世界的美食，尤其是在欧洲和日本。那人类是要怎么破解这个剧毒呢？说来也奇怪，这种剧毒对于人类来说竟然只是一种轻微的毒素，肝脏能够很轻松的化解它，但吃多了也还是不行。英国有个国王就在诺曼底视察的时候，一高兴吃了10几公斤的七鳃鳗，中毒死在了马桶上。虽然有这个案例，但是依旧无法阻挡七鳃鳗成为欧洲皇室的御用美食。它的软骨比盲鳗多，下口的时候会有一种嘎嘣脆的感觉，很爽。尤其是葡国的地道美食七鳃鳗烩饭，如果不是欧元太贵，我当年估计也会吃多了死在马桶上。这就是我们的元口祖先，4亿年来哪个顶级霸主奈何得了这身猥琐神功？除了人类。故事回到最开始，我哥们儿的那篇科幻爽文，我们一起带着元口祖先的这身猥琐神功，穿越到6亿年前，看看那场惊天动地的星际大战。时间回到6亿年前，那个时候的动物都还不会动。这个时候，有一只蠕虫进化出来了2个眼点，于是世界有了光。那些不会动的动物一下子就像听到了某种来自宇宙的召唤一样，纷纷开启了加速进化的模式。
其中有2只蠕虫，一只选择了无脊椎网络神经的进化方向，一只选择了有脊椎中枢神经的进化方向，这就是章鱼和人类的祖先。其实这个时候呢，还有一只蠕虫选择了先点满眼睛技能，顺便点点装甲技能。这些蠕虫们拼命朝着不同的方向点科技树，这个过程持续了大约1亿多年。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寒武纪生命大爆发，各种装备、各种技能、各派武功都出现了。我哥们儿说，寒武纪大爆发其实就是一场星际三国杀。宇宙中有3伙外星人闹得不可开交，于是他们选择了一颗叫做地球的星球，决定在这里展开一场公平的竞赛。从原始的多细胞蠕虫开始，谁的蠕虫能够第一个穿越星际飞到他们面前，就算谁赢。第一派外星人很刚猛，第2派外星人很狡猾，第3派呢很猥琐。于是寒武纪大爆发以后，刚猛派的猎食者第一个脱颖而出，这就是第1代海洋霸主奇虾。1892年的时候，一个叫做约瑟夫的人类首次研究了奇虾化石，这个化石怎么看都像一个虾仁啊。于是约瑟夫给他随便安了个头，感觉很奇怪，那就索性叫他奇虾吧。不要惊讶，古生物学就是这么随便，充满了想象力。到了1992年，中国云南澄江县要修公路，一铲子下去，惊了，这下面竟然有一块完整的奇虾化石。原来那根本不是什么虾仁，而是奇虾的爪子。奇虾真正的样子被复原了出来，它根本不是虾，而是所有节肢动物的祖先，也就是昆虫、蟑螂、各种虾、各种蜘蛛的祖先。奇虾很刚，用爪子卷起猎物，高压破甲，然后饱餐。最可怕的是它的眼睛，几乎就能赶上现代蜻蜓的视力了。那个时候，大多数动物的眼睛还只能分辨白天黑夜。科学家们都说，正是因为奇虾的出现，才让所有的动物都开始进化出甲壳。第2派狡猾外星人一看，不行啊，我也得点个甲壳出来啊。于是 4.5 亿年前，防角石出现了，这是所有章鱼、鱿鱼的祖先。它顶着一个巨大的甲壳，开始用8爪疯狂猎杀奇虾。然后到了4亿年前，防角石突然神秘灭绝了，这是古生物学上的一个未解之谜。这么完美的防角石为什么会突然灭绝呢？我哥们说，这一定是刚猛外星人怒了，扔了点外星机甲皮皮虾下来，在海底大杀四方。结果防角石的主人不干了，你这是作弊啊！但刚猛外星人依旧很刚，老子乐意啊！于是猥琐外星人站出来圆场了，要不咱们再扔点真菌下去，把陆地环境改造改造，咱们再到陆地上重新开战。最终结果2比1，狡猾外星人和他的章鱼宝宝有苦说不出。但转念一想，也好啊，你们俩到陆地上去杀吧，海底那么深，我的章鱼悄悄进化，没准是个狡猾的好办法了。接着刚猛外星人的节肢昆虫先登陆了，猥琐外星人的脊椎鱼类也慢慢的登陆。但是没想到，这个在海底猥琐了几亿年的脊椎动物，上岸以后竟然受到了大气环境的加持，直接进化成了几十米那么大的恐龙。刚猛外星人又不干了，直接一颗陨石砸下去。不行，你这是用真菌作弊，你忽悠我们，地球的环境得再改改，重来。这次猥琐外星人不点脊椎了，开始点大脑。因为恐龙灭绝前就有一种感染了病毒的小型脊椎动物，意外获得了胎盘，变成了哺乳动物，这非常适合大脑发育啊。猥琐外星人笑开了花，你们一个在海里，一个顶着个大虫卵，就慢慢玩吧。哺乳动物很快就进化成了人类，顶着一颗量子大脑，已经开始朝着星辰大海发射火箭。这场比赛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呢？为什么刚猛外星人还没有再次发怒呢？比赛不用重新开始了吗？还是说比赛已经结束了？几十万年前，狡猾派的章鱼就已经从海底飞升了？或者刚猛派的虫子们早就已经进化出来了适应太空的机甲，机械飞升了？还是说我们背后那个猥琐外星人还在疯狂的点大脑呢？想在他们飞到之前再次逆袭，直接用虫洞穿越过去了？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最后夫人说，什么时候带我去尝尝啊？我好想知道我们祖先的味道啊。